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还记得在前不久我才发布了2377 1v3 的 KVK 结果，并且在那个影片中有介绍到一位玩家 Canada， 他是打破了在一场 KVK 中最高击杀的记录。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我发布了那个影片之后不久就已经有人来联络我了，并且询问我有没有兴趣制作一个关于 Canada 账号的影片。他既然都这样子问了，我当然是有兴趣啦。那我相信各位应该也是蛮好奇他 KVK 中消耗了多少，他的账号整体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可以打出这么高的击杀，并且我也是询问了一些问题。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 KVK 中使用了多少的资源。他已经使用了2582亿的资源，然而他跟我说这个不是最后的截图，就讲他所使用的资源比现在这个画面上还要更多。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还剩下的时间大概有6天时间了。那我记得在他们要 KVK 结束之前呢，其实他们是有反抗的，所以他之后有用更多。不过我觉得那个范围应该是2600亿左右吧，应该不会超越的太多。那2582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一下上次 Prodigo 的消耗。OK， 那么左边是 Prodigo 的数据，然后右手边是 Canada 的数据。很显然的 Prodigo 的资源消耗是比 Canada 还要更多的。但是 Prodigo 的总击杀比 Canada 还要少一点。那 Prodigo 它这边总共是击杀了11亿的部队， Canada 是击杀了13亿的部队，并且上次 Prodigo 的击杀比例是 150%， 然后 Canada 是 195%，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战损是赚还是亏呢，影响是真的蛮大的，你的资源消耗量到底有多少。但我相信对于他们这种大哥来说，哎呀，消耗多几千亿资源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玩家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这边总共是相差了1000亿的资源了。哇，1000亿，你们知道多夸张吗？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都不知道能不能够采集1000亿的资源呢，所以他们真的太厉害了。并且对方是有透露说，其实他们当时候在打 KVK Canada， 他是每一天都把所有礼包都买光了。因为要像他这样子打这么多的击杀，消耗这么多的资源加速，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已经用宝石去购买加速了。同时间你要天天购买全部礼包来支撑他的 KVK 消耗，并且对方还有透露荣誉第1名也是 Canada， 但是我个人不清楚啦，我没有在这个 KVK 里面。并且对方还有透露最后他们所消耗的资源大概有2700亿左右。那其实在上个影片我有问大家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玩家可以超越他这个数据啊，有玩家说不可能，因为已经改版了新的水晶科技。那我是觉得说还是有机会啦，因为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呢只是在英雄战歌出现而已。如果碰巧有一些比较强的玩家他们在其他的王国并且报名的地图不是新版的水晶科技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超越这个数据的，只是看要多久的时间而已。那假设所有征服赛季的地图都是使用新版的水晶科技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没有玩家可以超越它这个数据了，可能要等到若干年之后。那这个也是对方截图给我的画面，那可以看到其实他参加过8次 KVK， 但是胜利的次数只有3次，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啊。不过我听到不少的玩家透露说，其实他基本上每一个 KVK 的表现都是这么好。那现在官方有推出了前10名也可以拿到征服者之证的一个奖励嘛，所以他还是有不少征服者之证的，我觉得。那也可以看到他历史击杀最高就是13亿的部队，并且治疗了 6.6 亿的部队。那当然的，大家也是很好奇，在他这一番折腾之后，他究竟剩下多少的资源。那么这里就有显示了他的书包里面拥有的资源还有总数的资源有多少。那从他书包这边的数量减下来的话，他面板上的资源大概是各100亿左右。像他书包里面就还有剩下200亿、300亿、200亿、125亿，金币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总数加起来还是有一个1200亿左右的资源，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战斗的。但是加速方面就不是这样子了，它的加速剩下597天，是有一点拮据啦，就剩下大概1年半的时间而已。然后治疗加速还剩下26天，但是它的训练加速其实还蛮多的，大概还剩下2年的时间。不过这个要看他要不要去拿登峰造极的皮肤啊，有可能他想要拿到皮肤，所以留着用也是 OK 的。那我之前有讲过 Prodigo 上次打了这么多的击杀，他说用了大概8000天到9000天左右的加速。那 Canada 其实它的治疗量会比较少一点啦，不过我相信他应该也是用了大概7000天到8000天左右吧，会比 Prodigo 少，但是不会少到哪里去。
当然让我比较惊讶的还是 BT 赛博，其实 BT 赛博上个赛季已经消耗蛮多了，估计下来他应该也是消耗了8000天到9000天左右。那这个赛季他的击杀也是很多，他的战损比大概122%左右，所以我觉得他的加速资源应该也不会消耗的太少，应该也是花了大概7-8000天吧。果然这种大佬的消耗不是我们这种穷人可以想象的。OK， 那么话说回来，既然 Canada 他可以打出这么好这么高的击杀，相信他的装备军器应该也很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装备军器。第一位我们看到的统帅就包括亚瑟，他有4个专属铭文，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3维其实并不是很好啦，他需要用洗炼重置石去稍微洗一下。现在他的攻击就已经偏低了，只有 6.6%，生命也是属于比较偏低的，只有 6.3%， 然后还有一个骑兵速度提升 2.7%。不过这些东西之后可以慢慢调整啊，你买礼包之后都可以自己去洗炼啊，可以去重置。不过他亚瑟所使用的阵型就是闪现阵啊。至于装备方面呢，他所使用的是套装，但是裤子是散装。但饰品方面，他依然还是使用戒指加号角。这套装备里面是没有失落之地的装备的。下一个是白起，这里有3个专属铭文，也是一样，它的3维并不是很漂亮有一个专精铭文，2个普通铭文。那它这里所使用的阵型是偃月阵。3维方面没有所有伤害啊，但是有一个步兵速度加成 1.9%。至于装备方面，它是使用套装加散装的组合，那也是一样没有失落之地的装备啊，但是它所使用的饰品就比较特别一点，这边是使用匕首加戒指。那说实话，我已经是很久没有看到有玩家携带匕首出去打 KVK 了基本上野将是没有看到了。那为什么他要带呢？我也不清楚。虽然匕首可以降低对方的生命值，但是需要叠层呢。以他们这个版本呢是旧版的水晶科技来讲呢，其实用匕首会比较不太合适，可能会来不及叠层啊，所以他这边有什么用途我就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到他这边的装备全部都是觉醒5，哇哦！他刚刚亚瑟的装备也是全部觉醒5。下一个诸葛亮使用楔形阵，这里有4个专属铭文。这套军器的3维就稍微比较好一点了，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个行军速度提升 1.6%但是他这套工兵的装备就完完全全使用套装的装备，这个是工兵的龙息套装，然后他这里也是一样全部觉醒5。饰品方面还是使用旧的版本啊，就是用戒指搭配号角的组合。下一个霍去病只有1个专属铭文，然后4个普通铭文。那么也是一样，3维里面有出现了一个骑兵的行军速度提升 2.3%， 然后它的3维呢不算高吧，算低了一点。但是它这套装备就是毕业装哦，可以看到有2个失落之地的装备，包括有头盔，还有它的武器，2个套装，2个散装，然后这边有使用战鼓跟戒指。但并不是全部装备都是觉醒5啊，因为失落之地装备啊需要花一点时间慢慢去弄。而且它不是只用2队骑兵而已，还有第3队，它第3队的骑兵居然是使用司机。但是我感觉司机只是他的后备选择啦，因为可以看到司机他这里的军器不算特别好，3个普通铭文，1个专精铭文，数值也是算比较偏低，而且这个行军速度更快啊， 5.2%。那装备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所使用的装备是领袖装备来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这个司机应该是后备的方案，因为正常来讲应该要使用骑兵装备才对啊。有可能他之后看到有哪一些统帅比较强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领袖装备给其他的统帅穿，我不确定。那他这边司机所使用的饰品就是用战鼓搭配号角，不过他这套领袖的装备呢也是差不多接近全部觉醒5了，还差一点点就要完成了。接下来第2队步兵，它是使用楔形阵朗纳尔，1个专属铭文，2个专精铭文跟1个普通铭文，但它的3维攻击力提升呢还是属于比较偏低的 7.9%。至于装备方面，它是使用散装，但是也不完全散，也不算是毕业装吧，因为可以看到头盔其实是套装了，头盔、手臂还有鞋子这3个是套装，然后武器是失落之地的武器，衣服跟裤子是散装。饰品方面还是选择戒指搭配号角，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装备都有觉醒5啊，这边看下来就只有裤子跟鞋子是已经觉醒5了。接下来第2队工兵就没有专属铭文了，这里有3个专精，2个普通铭文。那3位方面也是不算特别漂亮啦。那装备方面它是使用2+4的搭配，失落之地的头盔跟武器，然后搭配套装，但是它这边所佩戴的饰品就包括号角还有蓝色的项链。
蓝色项链是提升技能伤害5%，不过也可以看到他的工兵装备呢是比较偏弱一点的，因为他这边并不是全部都有专属跟觉醒。那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工兵现在很弱了，所以没有专心的去做工兵装备，也有这个可能性。最后就是艾莉诺的装备了，他这边所使用的装备是大方阵，拿来驻防自己城市用的。所以3位属性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它的专属跟专精会比较重要。它有3个专精。这些装备方面是使用套装加散装的组合，裤子跟手臂是散装，然后其他部分都是套装。战鼓跟反击书是放在艾莉诺身上的，可能是为了防止有其他玩家围殴他吧。不过可以看得出他这个装备也是后备方案，可能只是拿来预防有人去打他的城市而已。那这样看下来，其实Canada他的装备军器呢不算是最顶尖的水平了，但是还可以拿到这么高的击杀。那其实这一点跟他的开销有关系啦，还有包括 KVK 地图的选择。像他们这一次选择的地图是不列颠之王，只要你有花很多钱，有去氪满水晶，装备军器个人的能力不算太差，账号有一直长期在线的话，其实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击杀。但是玩家的操作能力还是很重要的，毕竟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俄罗斯父子跟 BT 赛博他们的装备军器应该是比他更好的，但是击杀也没有比他更多，击杀比例也没有比他更好，所以操作还是很重要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Canada 的账号介绍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如果哪些遗漏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